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1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重磅川普政府公布武汉病毒所的新爆料啊。那么这个爆料呢，它是用两个形式，一个是国务卿蓬佩奥发表一个声明，然后呢，他就公布一个材料，就是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的材料啊。这个材料我等一下会念给大家听啊。在这个之前呢，我上个星期已经答应大家，就是先做下周前瞻啊，先做下周前瞻啊。讲完了，我们再来讲这个武汉病毒所的问题啊。1月18号，中国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实施啊，从1月18号起开始实施，主要是针对国家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总共是23条，规定了适合审查的外商投资类型、审查机关、审查范围、审查程序、决定监督执行和违规处理的方法等等。那么当然这个是一种反制措施，因为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安全审查，那么中国也出一个这个啊，那么当做一个反制措施吧啊，其实意义不大啊。1月19日，耶伦出任财政部长的提名举行这个听证会，1月19号，那么他会在后任总统拜登就职前一天，那么如果参议院批准，那么他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的财政部长74岁她曾经担任过美联储的主席啊。然后就是瑞典启动5G 频谱的拍卖啊，那么1月19号恢复。那么瑞典的上诉法院此前已经裁定华为和中兴通讯可以针对它的在拍卖前发起，就是针对它排除在拍卖以外的这个情况进行法律挑战。就说原来这个叫什么，这个他们已经把华为跟中兴通讯排除在这个拍卖选择以外啊。那么华为现在已经向这个瑞典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啊，最高行政法院啊。那么1月20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是美国新总统拜登就职啊。按照这个拜登的说法，借鉴今天这个去年夏天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方式，仍然在国会大厦前搭建礼台，但是会限制人数避免这个疫情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当天举行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动物防疫法、行政处罚法修订案、海警法草案。海警法草案值得关注啊，因为海警法草案里面有一条，海警法会有武力，那么对周边国家来说这是有影响的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还有任免事项还有一个20号，马来西亚恢复面对面教学。1月20号，中国的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啊，那么主要是增开这个旅客列车325列，货运增开货运列车114列啊，客运货运的运输能力都会增加。1月21号，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开两会，就是人大政协会议啊。我们之前讲，受到疫情的影响，有一些省没办法召开这个人大政协会议推迟了。那么现在各地的疫情正在出现反复，我们还需要观察。那么现在北京、上海是准备在1月21号开，那么是不是代表它的疫情受到控制呢？
不好说啊，有的时候他为了展示形象，他有风险他也会开啊，也会这么做啊。然后1月21号，深沪啊，中国两个股市开始年报陆续出炉啊，就是去年的年报啊。1月21号，中国推行这个增值税专票的电子化，就是电子票啊，原来都是纸质票，纸质票其实有点麻烦啊，就是说你会有可能造假啊，有可能出现别的什么状况。那么它增值税专票的这个电子化，会减少一些，但是其实还是一样麻烦，因为你还是要去拿的一个小的这个 U 盘跑到税务局去领发票，其实电子票是一样要去领，所以能省多少呢？我就觉得省不了多少啊。其实中国的税务局领发票这件事情是非常麻烦，很讨厌啊。为什么？因为我有经验啊。1月22号，中纪委第5次会议啊，那么出席会议的中纪委委员133人，列席是246人。那么这是一个。1月23号，支付宝进香港地铁啊，其他就没什么特别啊。那我们来讲讲这个爆料。1月16号，这个国务院公开一部分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资料，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啊，这个声明开宗明义就讲，我们公开这些资料目的是协助本周抵达中国的世卫组织调查小组的工作。美国政府公开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的一些信息啊，那么这个信息它就是一些资料吧，资料性的东西吧。他上来就讲美国政府有2样东西不知道啊。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东西是武汉肺炎病毒最初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如何传播给人类的啊。那么武汉肺炎就是SARS-CoV-2 啊，这个一个这样的表达啊。第二，确定这次爆发是通过与受感染的动物接触开始的，还是中国的一个实验室发生事故造成的。他说我不知道这2件事情。然后蓬佩奥就在声明中请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国协助回答或者解决3个问题啊，这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疾病啊。那么美国政府声明这么说，我念的全部都是原文啊。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的几名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也就是第1例已经确认的疫情发生之前就生病了，症状既符合武汉肺炎，也符合常见的季节性疾病。这让人质疑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宣称该所的工作人员和学生零感染这个武汉肺炎或者是 SARS 相关的病毒，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他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开始就有人感染武汉肺炎，而且早于武汉肺炎在当地流行，它就已经这个时间是早于武汉肺炎在当地流行的啊，这是这个意思啊。第二，武汉病毒研究所对 RATG13 和功能争议的研究啊，至少自从2016年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人员对 RATG13 进行了研究。RATG13 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20年1月确定的与 SARS 病毒啊，就与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最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样本，相似度达到了 96.2%。自疫情爆发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对 RATG13
或其他类似病毒的研究工作既不透明也不一致，包括可能进行功能增益实验以提高传播性或者致死性。这是第二，什么意思呢？解释给大家听。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掌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 RATG13 和武汉肺炎病毒有 96.2% 的相似啊。那么武汉病毒研究所对 RATG13 进行的基因改造，提高它的传播性和致死性啊，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武汉病毒研究所与军方研究的秘密联系啊。尽管武汉病毒研究所以民用机构自居，但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进行了合作。至少从2017年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就代表中国军方从事秘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与军方有秘密合作项目啊，就这意思。那我们把这三个问题串在一起来看，什么意思呢？总共有5个结论。别看是3个问题啊，它有5个结论。第一个，武汉肺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这第一个结论。第二个，在武汉肺炎疫情流行之前，武汉病毒所已经有人感染病毒啊。第三，武汉病毒所研究的项目和武汉肺炎病毒类似，研究的内容是增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命性。第四，谁会做这种研究呢？军方。那么第5，军方这种研究方向符合生化武器的特征啊。我们就会翻过来再把它简化成什么呢？武汉病毒研究所为军方研究生化武器的病毒，结果在2019年的7月，武汉病毒所有人感染了这种病毒，最终导致了武汉肺炎大流行。这就是这3个问题引出来的结论啊，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指控啊。那么大家想一下，我们可以从这个延伸出来。第一个，如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武汉肺炎的病毒啊，武汉肺炎的病毒来自于中国最顶级的病毒实验室，就是 P4 啊。这个 P4 实验室当初是由法国人帮忙建设的啊，中国自己做不了啊，这是法国人帮着建的。然后呢，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前面的节目啊。这个实验室管理混乱，而且这个实验室的所长是个非常年轻的管理人员啊。第二，这个病毒祸害了全球200万人的生命，其中美国就有40万，那么中国多少不知道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病毒本身是拿来干什么？是拿来帮助中国军方研制生化武器。你不研制生化武器，你怎么会把一个冠状病毒拿来进行增益啊？这个它叫什么？它叫这个增益研究啊，功能增益研究。功能增益研究就是把它的一些性能加强。这种性能包括什么呢？包括传播性，就它有更强的传播性。然后把它更容易致命，让人尽快死掉。你觉得有人会去研究一个这样的动作吗？那只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生化武器。中国是1984年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1997年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啊。中国是这2个国家的这个缔约国啊。那么这个公布的资料是这么说的，他说1年多来，中共有计划的阻止对武汉肺炎疫情的来源进行透明和彻底的调查，而是选择将大量的资源用于欺骗和造谣。
近200万人已经死亡，他们的家人应该知道真相。只有通过透明化，我们才能了解这次大流行的起因，以及如何防止下一次的疫情流行。全世界继续与这一流行病做斗争的时候，在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人员经过1年多的拖延之后开始工作的时，病毒的来源仍然不确定。美国将继续尽其所能支持进行可信和彻底的调查，包括继续要求中国当局保持透明度。这是这个资料啊，资料我回头会贴到我们的这个，我把翻译稿会贴到。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全是蓬佩奥的声明啊，资料会更详细一点，但是其实差不多，内容是差不多，但是我还是会贴过去啊。蓬佩奥的声明是这样啊，他说，武汉肺炎大流行是可以避免的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会在疫情爆发后几天内邀请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人员到武汉，中国却拒绝了帮助的提议，包括来自美国的帮助，并惩罚了那些试图提醒世界注意病毒危险的勇敢的中国医生、科学家和记者。北京今天继续扣留科学家们保护世界免受这个病毒的危害的需要的重要的信息。美国重申，不受限制的接触病毒样本、实验室记录和人员、目击者和举报人，对于确保世卫组织最终报告的可信度、可信的和重要性。除非中共允许对武汉发生的事情进行全面彻底的说明，否则中国再产生一次大流行病，并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遭受其害，只是时间问题啊！这是蓬佩奥说的，说的非常的狠啊。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第一，世卫的调查组上来就已经到，其实他们是昨天到的武汉，星期四啊，前天到的武汉，他们一到武汉就遇到了麻烦，马上中国政府要求他们隔离多少天？隔离2周隔离14天，你总共调查1个月，先隔离14天，你调查什么鬼啊？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方面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调查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旅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国务院出来公布这个资料，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是给大家，这里面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政府手里有材料啊。这材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公布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之前的报道当中都说过，今天他公布的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机密，都是以前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其中包括武汉病毒所之前就有人生病这件事情都是有的。只不过呢，这一次呢，国务院出来讲这些话呢，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因为我们之前得到的信息是没有办法拿到确实证据，但美国政府不同，美国政府它有中央情报局，有各种情报人员，也就是说，国务院出来讲这些话，他讲的所有的东西背后都是有真材实料支撑的，他不能随便出来讲。所以实际上呢，虽然他公布的这些所有的资料，我们在之前的报道当中都讲过，其实没有新料，全是已经讲过的。但是美国国务院出来讲不同啊，他其实是把过去我们在报道当中讲过的很多东西进行了证实，也就是说他手上有材料证明这些全是真的。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们流量最高的几个视频啊，都是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系的啊。里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那个时候的结论是环境证据，我们叫证据链条得出的结论，就是病毒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啊，而且病毒它的
各个来龙去脉其实有关系的，大家可以再去重温一下我们去年在3、4月份的时候搜一下，我们在首页上就已经放到首页有一个播放列表，大家打开那播放列表，所有跟武汉叫武汉肺炎疫情有关的视频都在里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美国政府手里是有材料的啊，美国手里蓬佩奥这次公布的这些材料非常重要。第一个，有力的支持了在这个武汉的这个世卫组织的调查组他们的工作啊，因为他们现在要他们这个隔离14天，那你让别人调查1个月，先有14天在里面隔离着，对吧？隔离你还不知道他干什么呢啊？这是第一个。Sorry。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这些材料，其实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就是病毒来自于武汉病毒所。中国人有句话叫“宁愿被人知，不可被人见”。那基本上，国务院出来这个资料就是告诉你，你们不用再去猜了，你们知道的是真的，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这个再次证明了美国政府手里是握着材料的，但是为什么他之前就不讲呢？你看，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关键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等什么？等川普政府出来公布他掌握的材料，他每次都不做声，为什么？你反过来讲，这就很清楚地证明了一点，川普总统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要去对中共追责。你想一下，如果他公布了这些材料的话，或者公布他手上的材料，当然我相信他不会公布情报人员拿回来的情报，那等于把情报人员给卖掉，他肯定是公布情报人员拿回来的材料得出的结论，然后再拿大家已经知道的一些材料公布出来之后来证明他得到的结论。他只要公布结论就好，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这是拿美国政府的信誉做担保来做的一个结论，这个就很重要啊。所以你别指望美国政府会公布一个我已经拿到了谁谁谁的日记，它上面怎么写，这是一份实验室的什么什么东西，这里面说的是什么，他不会这么公布的啊，因为他等于把他的情报人员给卖了。但是他可以公布他掌握材料得出的结论，然后通过这个结论翻过来，就像这样啊，来公布他，告诉大家他知道什么。但这里面的问题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做，一直到川普总统要离任还有几天，今天16号还有3天啊，还有3天他才公布，那就从头到尾都证明了我批评的一点，就是川普总统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过要去向中共追责啊。我经常讲，我说川普总统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很怪异，为什么？他明明手上有一个炸弹，他这个炸弹是很大的炸弹，他经常讲他要对中共很强硬，没有一个炸弹比这个炸弹更强硬的，他从来不想着把它扔出去。为什么？所以这就不可理解。而且疫情这件事情，在这场选举当中，川普总统其实被疫情拖累，他的选情是被疫情拖累。他把这个炸弹扔出去之后，对他是有帮助的，可是他还不愿意这么干，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只能说他不愿意追责呗，因为你这炸弹要扔出去了的话，那肯定所有人都会讲，既然中共做了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不想引导到下一步怎么办，所以他就不做这个动作。这就是我一直对川普总统在疫情这件事情上我的看法，就是这个看法。我认为他就不想追责，所以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说只有川普对中共强硬这个结论，我认为是不对的
因为你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你不能光听喊口号，一定要看他就做了什么，实质做了些什么然后呢，当然这个时候公布这份材料呢，它当然也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引导舆论引导舆论关注武汉病毒研究所，关注世卫组织调查组，关注这件事情，让大家焦点再来到这个事情上面。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给这个世卫组织的调查组一个非常强大的理由，没办法拒绝的理由，就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已经公布了这么多问题，这是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请你回答。我们需要去病毒研究所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在不在。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理由所以我认为美国国务院这次公布的这些材料，虽然材料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爆炸性，但是它作为这个结论的背书，其实是让这件事情的性质有了最终的结果，这才是这个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4个问题：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高论观点，在中国，这些科学家毫无道德约束和底线，我完全不意外。P4研究所和军方合作，研究病毒的基因改造，使其具有传染力。这和之前贺建奎对婴儿进行基因编辑一样。中共完全没有科学和伦理的界限，为了完成所谓的强国梦，毫无底线，不择手段，非常正确我同意。观点：病毒源头在中国并不复杂，让中国负责其实就是中共负责，但中共一定会把中国人拉上垫背。我觉得美国对付中共的手段远远不够，最后他们有可能完不成精准打击中共的目的，而制裁的苦难却要让普通的老百姓来承担。这就是考虑自己了观点：连指控病毒来源，美国都做得比中国厉害得多。美国拿出资料截获的文件来指控中国，中国只会小人一样，用一些阴谋论，还有自家媒体动员宣传，而且宣传还逻辑不合，根本站不住脚，连指控别人都是垃圾一样的水平。美国收集完所有的资讯，一次打到心脏。中共呢，不断的阴谋论，有让别人痛吗？只有让自己的狗吠丑态暴露无遗，连干坏事都千疮百孔。OK， 观点：国务院的这个报告是为了协助世卫组织调查小组的工作，也是为了明确定义何为美国政府认可的世卫组织有关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同意观点：我觉得中国人所有的管理都是连滚带爬，所谓的管理混乱其实只是一种常态事实，因为实用主义融在我们的骨髓里，什么都是能用能过就走过场。其实我压根不认为中国人社会里有管理这个学问，他们只琢磨怎么管人心而已。观点：王老师是不多的努力寻找真相的中文自媒体，有新闻人的尊严和道德，为此我们愿意把我们心中的自由勋章颁给你，谢谢谢谢肯定，谢谢观点：川普现在公开这些材料是为了阻止拜登政府对中国政府绥靖，是晚了，但却也是为了配合世卫组织的工作。我就老实讲了，当你看了这么多政策的时候，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要去骂拜登啦。你说说呢？你说呢？就是一些川普支持者，你们打开眼睛看一下，很简单，
不要去骂拜登了，拜登还没干呢，还没登，还没有就职呢。你现在先看看川普干了些什么，这个他都不公布，你说说他想干嘛？你说你天天吹嘘川普怎么对付中共，你没有你去看一下我们之前关于中美贸易谈判过程当中的报道，你就知道川普是个怎样的人。所以不要去喊口号，没有意义了，要看他干了些什么，好不好？啊，这还是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观点：如果川普是个战略家，一定会通过追究病毒来源来缓和国内疫情的民意压力。结果恰恰相反，疫情把川普的所有政绩一撸到底，这是造成落败的直接原因。观点：病毒流行后，川普忙着国内的病毒控制，后来又忙着大选，估计他打算连任后追责，可惜现在没有机会了。所以在离任前抛出证据，他是最早说 China virus， 那有什么用啊？你觉得这有用吗？讲一个这名字有用吗？会把别人讲痛吗？不会嘛，骂人骂不死人的嘛，你一定要采取措施。他是总统，你说呢？总统手上有什么？有权力。美国总统手上的武器，谁能比得上？对不对？所以你骂人骂不死的嘛，骂不倒的嘛，对不对？不要这样辩护了，我很反感，老实讲啊，你这样辩护，为他辩护，我觉得错就错了嘛，有什么关系呢？男子汉大丈夫，对不对？观点：川普称中国病毒可能是实指这种恶意制造的病毒，却被媒体和很多华人理解为反华言论啊。对呀。观点：中共抗议别人说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自己每天把英国变种病毒挂在嘴上，逻辑典型的中共逻辑，不必去计较这些，跟他计较这还计较得过来啊？观点：川普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会顺带一下美国的利益，就像对待沙特记者卡舒奇被人谋杀的事件。观点：川普全部家族在中国有很多的投资，很多注册商标啊，他要考虑卸任后他本人和子女事业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他要替自己留一条后路，也要和中共领导留一个见面缘。这个我不相信，这个我不相信。你说的那个注册商标，那是中共主动帮他留下来的啊，他并不是他自己去注册的。是有人已经抢注了，这件事情我知道啊。至于他在中国有很多投资，这不是真的啊，这不是事实。川普，我不相信一个美国总统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如果川普有这些把柄的话，美国的你们叫的左媒不会放过他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啊。观点：王老师说的对，川普有证据却没有下重手，格局太小了，喜欢贪小便宜，所以川普不可能拯救中国，他只想占中国便宜，最后却败在病毒这件事情上，令人唏嘘。老实讲，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想通，就是川普为什么要这样干，就是为什么川普手上留着这个追责这件事，就算他没有那么确切的资料，他提出这件事情就可以了。他下面你说他忙，他不需要那你真的不了解美国总统的工作方式。美国总统不需要做任何工作，美国总统只是坐在那里。这个顾问拿一份报告来说，总统，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政策，我觉得不错，你看一下。他就问，他看都不看，他都不会看那份报告的。你跟我说一下，这个3句话把这个政策讲一遍，行不行？行，我来签。就签走了。什么忙不忙？一天有24小时，怎么会忙不过来？不存在这种事情。总统是做什么的？总统不是写报告的那个人，总统是做决策的那个人，那就是打电话，我要做个什么政策，你们再支持一下。他是做这件工作的人啊，不存在。就像我们怎么说呢？当我有钱了，我该怎么办？很多人那我就买2根油条。吃1根放1根，你是没办法想象总统是这样的啊。
观点从老布什以来，几乎每届美国政府都会推翻一个海外政权，川普什么都没干，甚至宁愿输掉大选，也不愿意追责疫情起源。川普真的是 stupid， 不知道，我不理解，不是他，我不觉得他 stupid 啊。川普一点都不傻，川普非常厉害。川普厉害在哪里哈？大家要看一下他开记者会你就知道，一个70多岁的人往那一站，每个记者提问的时候，言下之意是什么？埋了什么坑？中间有什么计谋？1秒钟就知道，非常厉害，脑子非常好使。川普一点都不傻，川普哪里傻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川普，川普非常在人的能力方面，他一点都不差。只不过呢，他有他的盲区，他关注的点他很厉害，他有些东西他关注不到，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但是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他为什么所有的其他我都能找到理由，就是说这件事情他不干，我知道什么原因；这件事不干，我也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只有唯独疫情这件事情，我不理解。我不理解2件事情，川普总统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大家要知道，联邦政府在疫情这件事情的责任是什么？支援州政府。联邦政府的责任只有20%，对抗疫情80%的责任是谁？是地方政府，是州政府。联邦政府只要给州政府提供足够的资源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川普总统呢上来呢大包大揽，就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这个也抓过来，那个也抓过来，要这个包括这个是不是需要 lockdown， 是不是要 reopen lockdown 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全是州政府的事情，他全揽来。结果你 reopen 也好 lockdown 也好，他全背上，因为你 reopen 会有后果的，结果他背上。lockdown 有后果的，你也背上。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个，你只要讲一些 general 的看法就行。我们一方面要注意这个安全啊，就是注意卫生安全，保障人命。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考虑一下经济方面的情况，不能全封死。我们要怎么样达成一个平衡？他讲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他全部的一头扎进去，全背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在这件事情上，他最该做的是什么？就找中共算账。你看，你把这个疫情给搞到我们这儿来了，我得找你算账，然后联合大家一起去追责，包括各个州政府在做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他应该是加分才对，怎么会变成扣分？我这件事情，你想一下，他有那么多政治顾问，有那么多厉害的人，但难道没有人看明白这个局面吗？这个局面非常简单，一点都不复杂。结果他这边跟纽约开个炮，跟这边开个炮，跟那边开个炮，结果把地方政府全搞翻到什么地步？他派2艘军舰，就是卫生船，这纽约跟加州理都不理你，白派过去了。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你明明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因为你去支援大家，有什么不高兴？大家一定是高兴的呀。结果这个事情连野战医院派去了，没有一个用他的野战医院。你说说看，你做人会这么失败？你说说。所以川普在疫情这件事情上，他是彻底的失败。其他的事情我们不说，在疫情这件事情他彻底的失败。他搞不清楚，第一没搞清楚自己的位置，第二没搞清楚自己该干啥，第三他跟大家都闹翻脸。你说说，你一个总统怎么会把事情干成这个样子？所以在疫情这件事情上，我一点都不同情川普总统的处境，是他自己把事情办砸了啊。观点：炸弹扔出去，不如在台底下施压，获利更多。川普应该对自己的连任很有信心，符合他的谈判风格。我非常不同意很多人讲川普在下一个大局，他很多东西他现在不做，等留着以后做。
他是个商人。你们都经常讲川普是个商人，商人讲的是什么？即使套现，还留什么留？有什么好留的？没什么好留的呀。对他来说，随时可以做的事情，又不是他自己动手起草文件，对吧？所以不要谈这种事情，这种事情骗鬼啊！我不想听这种没有逻辑的结论啊。观点：川普此事公布也是为了规避责任。此事如果被拜登政府翻出来，川普任内有关情报却啥也没说，责任就大了。也有可能，这个也是有可能啊。那要翻起来，那就翻得起来，那翻的事儿就多了去了。除了国务院以外，你 CIA 那边呢 ？CIA 那边还有一堆的事儿呢。我今天看了一篇报道。讲这个川普把 CIA 搞得这个翻天覆地啊。观点：川普政府公布的这个报告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下台之前尽量减少自己因为武汉病毒带来的负面影响。拜登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号召人们戴口罩，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这次病毒。如果拜登上台公布了这个报告，川普可以说是彻底臭名昭著了，所以要赶紧在下台之前公布。观点：分析川普的行为模式，不能忽略他的商人本质。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在乎的是手里的筹码以及能获得的利润。或许他当初自信能够再次当选，因此留着这个作为再次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如果你想一下，你的筹码不断的让你失分，你还要这个筹码干嘛呢？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提问：王老师，川普没有对中国下重手，对中国追责，是因为顾及中美贸易协定吧？川普政府会和中国政府有私下的约定，不公布手里的资料，以换取中国继续遵守贸易协定。如果是这样的话，川普就更愚蠢了。为什么？中国根本没有遵守啊！中国2020年中国购买的这个美国货，只占他应该买的一半都不到啊！那你这个又让步，那个又让步，结果他还没有遵守他的协定，那你不是这就要用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那不是 stupid 吗？如果你这个川普天天吹嘘自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trader 那你这个吹的实在是太赔本了嘛。人权方面你也吹掉了，这个疫情方面你也吹掉了，那你还有什么东西在？你为了这一点钱，你把什么东西都卖掉，那怎么行了？而且你选情也输掉了。你当初要中国执行这个第一阶段协议，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买美国货，特别是买农产品，特别叮嘱要买农产品。结果爱荷华州你也输掉了呀，你这个账怎么算的呢？这全盘皆输嘛，这是对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 make sense， 还是不 make sense。所以他输，我觉得很 make sense 吧？你从这些地方你一样一样看过来，很 make sense 嘛？你说呢？观点：川普让彭斯去做疫情指挥就好了，完全没必要冲在前面，把疫情新闻发布会开成了拉票会，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没有证据和事实支持。情况：武汉 P4 实验室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主持支援中国建设的当时左派密特朗政府，但是实验室还没有建完，法国工程师和中国的工程师就实验室的质量发生分歧，最后法国工程师不同意工程验收，全部撤离。所以 P4 实验室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 P4 标准，无人知道。所以中共一直拒绝 WHO 去武汉考察。观点：我是川普的支持者，到现在为止，但是听过到现在为止都是，但是听过王老师的分析，我明白一件事情：川普吸引川粉的是他的人格魅力，但是他看他所有的政策，觉得他未必是让美国强大的人。我从头到尾我就不认为川普是能够一个让美国强大的人。我一直从看他的所有的政策，从他的政策
从中美贸易谈判开始，之前我不知道啊，我从中美贸易谈判开始，我做这个节目，我才关心美国的政策，我关心美国的对华政策，我关心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我一步步看到现在，从我看到的所有的政策里面，没有一项是可以让美国强大的。我认为我的结论就是，川普总统不是一个让美国再次强大的人，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他想，但他做不到啊。那不管川普还是拜登，还是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都是美国优先的，正如一个商家都是客户优先一样。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美国人才有选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不同的政治家之间对美国人的利益的理解有轻重区别，侧重的团体之间也有区别，是很正常的。根本没有一个重量级的美国政治家有可能代表外国利益而不是本国利益。美国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政治最成熟的族群，正是长久以来政治的极度成熟铸造了美国如今的世界地位，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当然你美国总统不美国优先是什么？不用说呀，但是美国优先你得策略一点，对吧？你得有方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去抢啊！一抢的大家都不给你了嘛，是不是？情况我一个做生物医学研究的朋友讲，从病毒所示整理和美国联合发表的文章就可以判断，病毒一定是从那里跑出来的。他的研究白纸黑字说的新建立的病毒可以感染人类。OK。观点，无论川普为什么到现在才发布这个报告，这是一个卸任前的步骤，还在等川普放大招的川粉可以醒醒了。OK， 明谢三门高，谢谢。老师的每期节目点彩的人都越多，说明点到痛处了。OK， 好吧。姥姥王，谢谢。为追求真相翻墙的朋友们加油。我在这里再想讲多两句啊，关于川普总统。关于川普总统，我其实已经准备了一个节目，就是分析两件事，一个分析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关系啊，另外一件事情是分析川普总统他的影响川普总统的一些思潮，就是或者说川普总统现在最受川普支持者欢迎的一些口号是从哪里来，他的背后吸引川普支持者的一些因素是哪些因素，他怎么打动这些支持者。我其实准备了一个节目，这只不过因为不断的有新闻发生，本来我是想今天讲，但今天又没有时间讲，因为有新闻，我还是准备后面找时间再讲。川普总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我的同行，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运用媒体啊，对他的支持者喊话的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啊，就是大家知道，一个政治领袖，任何一个政治领袖，他都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他一定会善用媒体啊。川普在这件事情上是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因为他有推特啊，所以其实推特关闭他的账号是对川普的政治生命的一个最严重的打击，比他落选还严重，比他弹劾还严重。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一个政治领袖如果他失去了媒体，你想一下，传统媒体肯定不会支持他，因为他已经跟他闹翻了啊。那么这块大家就忘记他，那他实际上剩下了什么？剩下了推特。如果推特再把他账号一关闭，我是觉得川普还有他的影响力，但是他的影响力会急剧的下降。为什么？人民是善忘的，大家记住，人民是善忘，而且大家川普的支持者们，你们也记住，不会，拜登上台之后3个月之内，川普就会离开聚光灯，这一定会发生，这是一定会发生啊。
好吧？观点，非常感谢王老师对新闻事业的追求。对于依赖中文的人来说，获取客观公正的政治新闻报道与分析实在是比较难。墙内的人不能说，墙外的大部分人瞎说。我会一直支持王老师的节目。好，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